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开箱一个智讯影魔 N7 Pro 最新的7寸小间。这个产品它大概几个月前上市，我期待蛮久了，刚好趁这个淘宝的购物节有优惠下拿下。那为什么会买这个？这个7寸萤幕，这是我目前看过他们蛮创新的一个产品，因为通常小间就只是监看，这个是收发一体，而且它是一支 N 卓机，它是一个7寸的 N 卓，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做监听，或也可以做发射端给你的 iPad 或者是你的4K 接收器。那同时它也可以用这一个7寸小间做操控你的灯的 APP， 你的一些影视 APP， 就不用。只要在一个小间上可以做多功能工作，等于你就是一机多用，不会像之前小间没有办法做一些特殊的功能监看。这个更神奇的是，它跟 Small HD 一样 ，Small HD 是业界常用的监视器，一个大概都5万块起跳。那它是每个都有去做校色动作，每个用校色器都校色，所以它几乎就是一出厂就配一个校色档案给你。它保持每一个萤幕、每一个7寸小间都是同样的萤幕颜色，这个也是可以解决很多我们多工作业的时候一些问题。因为有时候每个萤幕 iPad、手机，你的监视器颜色都不是准的。这个在行业大家都知道说，有一个比较准的萤幕是蛮重要，所以大家会买 Small HD。可是 Small HD 一个5万块、5、6万块7寸的监视器是非常贵的。除非真的是一个大团队才会用到 Small HD。好，今天就来开箱这个，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7寸平板加监视器收发一体机。对，那我先开，对，拿一出来就是给你一个校色报告。对，它就是一台一台的做卡面的校色。对，这个通常是 Small HD 才会给你的。对，所以这真的是蛮不错的。这个价位。它当初卖是原价4999，对我有优惠蛮多的，对，就是一个7寸小间，对，它是没有附电池的，你直接装 F550或 F970电池都可以，对，4个天线，因为我觉得天线太长了，我有在买短的天线，对，也有在买一个他们原厂出的钢化膜。对，这钢化膜也不便宜，将近500块。对，当然原厂就给他出。对，好，简单开箱先这样子，后续我再来测一些功能。手册，简单的手册，对，内容物蛮简单，4个天线。我是在买短天线，对，这样收纳比较好收纳。对，它做工全部是铝合金的，不错。SDI in 跟 out 都有。HDMI in、HDMI out、SDI in、SDI out 2个电池是可以接续用，你拔掉另外一个会用。风扇可以插卡 UFC 3.0，它也有 DC 供电。对，旁边耳机孔、麦克风孔、功能键，对，都可以。下面3个1/4螺孔，固定脚架。它其实还出一个原厂框。但是我没有买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蛮重了，加在相机上，所以那个框再加上去更重，所以我就没有考虑买，因为我通常只是加在相机上就好了。这也是铝合金的，就不要摔到，应该刮伤，小心一点。对，一样1/4。对，我怎么记得它对，它还有一个 PD 供电，所以它也可以用 PD 供电跟 DC 供电。然后同时，它 PD 可以再输出一个5V out 给相机供电或其他你的设备，再有一个5V out 的，所以它几乎 I/O 都做得满满的，这一点蛮不错的。对，我当初会买这个呢，是因为有时候拍摄的时候，像 Sony 的都3寸萤幕都太小，那要有一个额外的监视器做监看，才能看到曝光、色准之类的讯息。那后来之前是买5寸的 Viewer 的。对，那5寸我觉得太小，所以后来刚好看到他们中国这边资讯出了这一台蛮特别，世界上唯一一台7寸的安卓监视器，就来买来试试看这样子。
对，之前是用 vivo 这个电池收发智讯的4K 传输器做监看，再用 iPad 做接收做监看这样子。那这一台特别处是它出的是7寸监视器，也是可以收发一体的。对，目前市面上很少有收发一体机，通常不是收的监视器就是发的监视器。对，或者是你另外买4K 的 HDMI 传输器这样。这一台因为是最新，它是作业系统是 Android，它10月16还是17的固件更新之后，变得可以收发一体。我现在就是用这一台做监看这样子，它其实可玩性很多啦。对，我简单做个介绍，它这边通常就是一个 HDMI 输入，一个 SDI 输出，旁边有 USB-C 记忆卡可以读取。这个是 SDI， 如果说广播机就用走 SDI 的线。对，这2个电池可以同时使用或单独使用，所以你其中拆一颗电池，它也可以继续供电，这一点是蛮好的。如果突然要长续航，你可以只拆一颗电池换一颗新的电池，这样子还蛮不错的。对，我其实自己玩一下，它这个监视器最特别的之处就是它是安卓机，而且它经过卡门校色。一般市面上你都是要自己在花钱校色，像通行专业影视是用 Small HD 或者是澳洲的 Optimus， 对，原子的令甲或者是 Ultra。那这一台几乎是功能相同，可是价钱只要他们的一半，而且色准来说，我觉得蛮准的，因为它已经经过专业的校色软体卡门跟器材去做校色，它是每一台主台校色，在外面这样买这样一台校色的萤幕，大家看，通常还要再花自己买设备，或者是再花5-6千块都可去跟每台萤幕校色，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颜色确定是准的。我自己这几天试用下来，我真的觉得这台颜色蛮不错的。唯一缺点就是它亮度只有1000尼特，没有太亮，但是它有多一个黑色的，他们说真黑层，所以它看起来会比较黑。我自己有比较黑，跟 OLED 差不多。对，我其实有比较，像这台是 iPad N1 Mini LED， 这一台是 N4 OLED， 其实它颜色我觉得真的蛮准的。对，有类似这两台的颜色，比他们更准。因为这个真的要实际上看，大家才会看得出来。对，因为我其实这两个颜色这两个 N1 iPad 跟这个 N4 iPad 其实颜色都已经很棒，那这个几乎是类似他们的色准。对，唯一缺点就是我待会给大家比较一下，跟 FreeWorld 比亮度是真的有差。对，等一下我开给大家看。对，我接过来，大家比一下，一看就知道。来，我们这边好了，它的亮度这台真的比较亮，1500尼特的亮度是非常亮的。对，所以这台在室外用蛮好用。对，但是唯一缺点就是5寸，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小。对，这一台颜色比较偏白。对，看一下。所以就各有优缺点，这一台适合外出，对，这一台适合在家或者是比较大的专业啊，只是这台会比较重，因为这台还要装一个电池，又再装一个4K 无线传输器，对，把讯号发射出去给 iPad， 对，这样子，所以各有缺点，但这一台那个 N7 Pro 的好处其实蛮多优点的，但也蛮多缺点的，等一下来讲给大家听。稍等一下，智讯这一台有一些问题，我觉得要怎么说呢？因为它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USB 线，我目前就可以用这个 USB 控制 Sony 的 Libby-E1，它可以目前支援 Sony 跟Nikon一些机型。Sony FX3、FX6、FX30，只要新的 Sony 都可以控制。它可以装上这台线之后，就可以控制光圈、快门、ISO 都可以控制。对，那录影都可以控制，对焦也可以控制。
对焦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只能点，但是它不知道你点，不像 Sony 萤幕是有残存萤幕，对，但是至少是可以对焦的，对，基本的功能都有一些图形，对，波形图、颜色图，这是如果拍 S-Log3 都很需要的，对，波形图、斑马图，对，这些该有的都有。除了这些功能之外，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直接可以萤幕录制，所以你就可以做2个备份。你除了相机那个 SD 卡可以录，也可以录出整个画面这样子。我试过，它可以调整码率，它码率是 4K 60帧50 Mbps， 对，可以调整，可以调大一点。我试了录，它画质非常的好。因为它可以接 SD 卡，可以直接录在 SD 卡，或者是你用 SSD 插个 SSD， 对，所以都非常方便。像这个功能就是像 Otos 的萤幕 Ultra 或者是令甲都有，可是令甲他们的好处，它是用弱档 ProRes 弱档录，所以它档案格式会非常大。像这一台就是 H265 4K 60帧50 Mbps，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像我试录一下，就是这样，直接录。这边有一个档案可以做双重备份，或者是这边档案直接录了可以抠出来，马上给客户读之类的，这样子。如果要一个简单的剪辑，对，可以做双重备份。像之前的通常都是令甲的萤幕才有这个功能，可是那一台都是30万块，对，不便宜。对，好，我们去看档案。对，这就是刚才录的，就是画质几乎是跟刚才录的是一模一样。对，我试了直接录笔电转出来的画质也是都非常棒 HDR 的画面。对。几乎是100%还原，所以4K 60帧50 Mbps， 我是觉得蛮不错这码率。对，我再讲一些功能，像它这边模式切换，大家看，就是有监视器 RX T X， 所以它可以装监视器的功能。我现在是用 T X， 就画面又把它输入到 iPad， 它可以支援10台 iPad、iPhone。对，我现在我用看这2台都蛮稳的，对，就可以马上很多人监看这样子。对，一般市面上只能4台，我记得猛犸那一台5寸的收发一体机，就有2只手机2个接收，他们接收端，所以其实上只有2只手机。它这个可以10只 iPad、10只 iPhone 都可以，对，蛮神奇的。也可以当 RX， 对 RX 它可以当其他 4K 无线传输器的 RX， 比如说猛犸的，它可以搜猛犸，你只要下猛犸的 APP， 这样这真的是蛮特别的。所以它等于就是监视器 RX、TX 3用，对，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。对，你不想把它当监视器，我自己下载了一堆有的没的，我现在就在讲缺点了。我自己试了一下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安装 Google 的 GNS Server 跟 Google Play。我试了一下，它安装 GNS 跟 Google Play， 它都是会显示错误。变成说你要下载 YouTube、Google 的 Google Map 都不行。Google 勉强可以用，但是有些像 YouTube 的画面又出来，对，出来了。有时候会出来，对。那我通常是用小狮子浏览器代替，对。它这一台是没有喇叭的，就变用一个耳机一个麦克风，这个蛮特别的，它居然有麦克风输入，对，通常都只有监听而已，所以你也可以录影的时候用麦克风录进去，这样子，对。一些像哔哩哔哩也是可以用，但是是直屏的，有点麻烦，对。变成我有下载一个强制转的工具，就变直屏了。对，但是有时候还是有冲突。它因为这个原厂没有
做这个旋转，我不知道它是没有陀螺仪还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就它不能自动旋转，这有点麻烦。对，就变成你要自己下载一个软体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因为没有 GPS， 变得很多软体不能用。像我用那个思睿的爱图四，像这是爱图四的，它就已经要说开启位置讯息才能完成操作，所以它一直要抓你的 GPS， 这一台好像没有 GPS， 然后我下载几个 fake GPS 也是不行。对，所以这个到时候要跟他们客服说，看要怎么处理。对，然后像思睿的也不行，他已经叫你要去找讯息，思睿的灯也不行用，对，就有点麻烦。对，然后利迪亚的可以，对，然后对 Sony 的 NC Control 可以用，我试了，可以无线控制。顺便讲，它这一台呢可以有线控制跟无线控制 Sony， 但是呢无线控制只能在监视器端的时候去连它 WiFi， 当然在 T 叉端发射端的时候就不能无线控制，只能插吸线来控制，所以就有点小麻烦。但没办法，因为它 T 叉模式的时候要传输，所以它也不能再去连那个 Sony 的相机。对。但是它原本就可以有线控制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无线控制只能在 R 或者是监视器端控制这样。对，这个是好评啦，因为之前都还要去按相机的萤幕有点麻烦，至少可以有线或无线选一个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。对对，然后一些 VLC 可以装，然后 TDA 音乐也是可以用，对，然后可以用这个耳机听孔听，这样声音蛮简单，但音量我觉得有点不够。可以，我试着用几个 USB DAC 可以用，但不是每个 USB DAC 可以用。对对，如果你要另外装耳机的话，它这个耳机监听孔的声音不是很大。对，好，大概是这几个缺点啦。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些基础知识，玩这台安卓会有点累。对，然后又不能装 Google 的 GNS， 变得很多服务不能用，这个是有点小麻烦。但是呢，就还有些替代啦。对，就我有跟他们客服反映，看后续有没有办法装 GNS， 对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这样子，那这个萤幕我是觉得目前用起来还蛮稳定的啦。对，然后主要是它的萤幕解析度好，然后色准也准。对，所以你做一个录影参照或拍照参照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颜色很准。对，同行这样萤幕其实都不便宜，那这个原价是4999人民币，然后一打折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4000多块上下人民币。对，还可以接受啦，但是小贵。但整个做工，金属做工 SDI， 对，然后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对，如果你只把它当一个监视器 OK， 但如果当多媒体机一半一半。对，因为我还试了，它有一个另外问题就是，你如果 HDMI 输出的话，它没办法输出整个画面，只能输出你相机的画面，就有点麻烦。所以有时候我试着用不同的 hub 去输出 HDMI， 我插这个 C 口都不行。对，我试了3个，它的 HDMI 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能输出。如果插 C 口的话，对，这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。对啊，这个 C 口也看起来它是写 USB 3.0， 看起来是全功能口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只能读 SSD 或者是读 USB 滑鼠键盘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不能 HDMI 输出。它这边原本就有 S 输出，可是又只能输出相机的接收端画面。这个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后续的体改吧，要不然这样子有点可惜。这台安卓机，对，安卓机你这台也可以当一台小电脑，可以输出其他画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
但是看吧，看他们后面固件会不会用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当它一台监视器的话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，因为这7寸画面很大，而且颜色很准。对，可惜就是只有1000尼特亮度，稍微不够亮。整体做工我是真的觉得蛮不错的，对，因为你像 MoHD 的外形跟 Artens 的令甲 Ultra， 他们那个塑胶壳有点对，好，我就不讲了。对，然后价钱这个都3万块、2万块起跳，Small HD 的可能都是7寸的，也是5万块起跳，有点难比。对，Small HD 我觉得它的色准可能也没有这台好。对啊，对，好，就一个简单使用介绍给大家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